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现在的这个行情很难做。为什么难做呢？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波动很大很剧烈，像这个 BTC 最近的这个波动就很大。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和大帅一样有一个习惯，就是只喜欢做单边的一个方向。例如市场上涨的时候呢，只去做多头的机会，市场下跌的时候只去做空头的机会。那么如何判断清楚到底市场这会儿是倾向于上涨还是下跌，以及这个机会和位置在哪里？那么这期视频呢，大帅就给大家把这2点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说清楚。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使用到2个指标，一个呢就是这个标准的一个布林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布林通道，用来判断支撑压力。同时呢，第2个指标呢就是要用到大帅自己编写的这个强力系统。它的特点呢，一方面可以判断趋势，一方面呢它可以判断位置，因为在它的里面用到了2个重要的信息，一个是量能VOL 一个是 RSI， 把它呢结合在一起，使它比单纯的 RSI 的波动更好判断出这个位置到底处于什么情况。那么把这2点结合起来，你就可以既判断清楚市场的趋势，又可以确认这个位置，最后再根据支撑位、阻力位来设置止损点、止盈点，完成一整套交易系统的一个全部的一个逻辑，这点很重要。然后这里呢也是这期视频的内容。关于大帅强力系统呢，我会在这个下方的简介区放出它的 Trading Wheel 链接，大家可以到这个 Trading Wheel 上找到这个指标。首先呢，先进去，然后点收藏，然后大家就可以在 Trading Wheel 上找到这个指标了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已经在使用了，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800多点赞了大帅强力系统。然后接下来呢，我会详细的讲解它在加密货币市场、在股市里以及期货市场的使用案例，大家一定要耐心听完。然后如果有对布林通道不了解的呢，我也会在上面放出布林通道的一个教学，大家可以去看布林通道的教学攻略。最后呢，点赞和评论对大帅很重要，希望大家可以多点赞多评论，有任何问题在下方留言。好，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直接开始加密货币的一个案例因为这一套系统特别适合在加密货币、期货这种连贯性强，同时的话呢，又有大小周期结合更容易的一个市场。就是相对于股市来说，当然也是实用的，但是股市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容易这个高开低开，对吧？这一点很麻烦，因为它不是连贯的，它毕竟分为盘前盘后嘛，所以这一点比较麻烦。但对于加密货币市场和期货，大部分时间都是连贯的，就很好用然后指标的话呢，我再强调一点，大家用这个链接收藏完之后呢，可以在里面搜索或者在收藏栏里这边有个收藏，找到这个大帅强力系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大帅强力系统现在是857点赞，这个就是这个，它就是一点击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图上了。应用上来以后呢，就是下方的这个样子。好，然后布林带的话呢，大家直接在指标系统里输入 BB 就可以看到布林带，就可以应用在主图上了。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讲的是这个 BTC 的一个日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们用2点，一个是布林带来分析它的支撑压力，你可以通过布林带判断出这会儿它是布林带中轨朝下的。那么我们知道布林带中轨朝下代表它的趋势是朝下趋势朝下的话呢，它的阻力位有2个，一个是上轨，这个代表超涨的阻力位，一个是中轨中轨是平常的一个阻力位，然后它的支撑位呢肯定是在下轨，这个是布林带的一个基础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己搞懂，就是当趋势朝下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好，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趋势的朝向，那么你可以看到大帅强力系统里它有2根线，一根红线一根绿线，现在它处于一个绿线在零轴之下，这个虚线呢就是零轴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它现在处于绿线在零轴之下，就代表它是下跌趋势我们可以打开看一看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你会发现前面绿线在零轴之上
它就是上涨趋势啊，然后绿线在零轴之下，它就是下跌趋势。当然，如果绿线往上的话呢，就会是下跌偏反弹的一个趋势啊。但是你可以用它简单的来判断，现在到底是明确的上涨还是下跌趋势。例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中轨是往下的啊，同时的话呢，大帅强力系统的绿线也在零轴之下，那么它们两个共振，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趋势是朝下的了。好，那么趋势朝下的话呢，最好我们就寻找空单的机会啊。大帅自己的一个习惯呢，就是只做单边，就是例如趋势明确是朝上的，那么我就只找多单的机会啊，例如上穿中轨啊，或者60分钟、120分钟、30分钟的机会，一般不去开空啊。如果趋势朝下的话呢，我们就尽量只找空单的机会啊，除非说超跌跌的特别深，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很难讲，就跟前面一样，这一波超跌了，对吧？但它后来又连续跌了4天，把它这个长退步了，对吧？然后好不容易涨到这个布林线的上轨附近，但因为布林线中轨朝下，它又打到下轨，对吧？然后又反弹又打到下轨，而且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跌的时候很快，对吧？就跟这边一样，大帅强力系统绿线在零轴之下，它跌的时候很快啊，连续性很强，对吧？但它涨的时候就很慢啊，结果你会发现它这3天涨的，对吧？昨天一天就给它跌完啊，它这个就是很快，包括这边，对吧？很强啊，反弹的时候弹一点啊，跌的时候很快，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重视趋势啊。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做各种超跌、反弹这些，它这个里面也有这个功能，一会儿我会讲。但是我个人的习惯还是更习惯做单方向啊，行情上涨我就只做这个多头的机会，除非它明显的超涨，那肯定不符合短线的一个位置嘛。然后下跌的时候只做空头的机会。好，然后这个大家自己理解吧，就不多讲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呢，那么确认完趋势之后，接下来你就要找卖点啊。例如假设你是做空头机会的啊，这边趋势往下确认了，你找卖点，卖点在哪里呢？我们知道，首先按照布林通道来说，中轨往下卖点一个在上轨附近，一个回摸中轨不破啊。我拿数字标一下这个，对吧？这个算超涨的卖点，达到上轨附近了，布林通道中轨往下的啊，这个是标准的卖点，对不对？2号是标准的卖点啊，就等于在中轨附近过不去往下。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我们这会儿是看的已经结束的行情，对吧？但在实际的行情里呢，它不是这样。例如在这里，对吧？实际行情盘中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实体的上涨线啊，你会觉得可能还能涨啊。包括在这里，对吧？你也有可能是站上中轨。那么怎么判断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用强力系统来辅助，因为强力系统它既包含了 RSI， 也包含了成交量，对吧？大家知道行情的反转是需要成交量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单独用成交量或者单独用 RSI 把它结合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怎么判断呢？很简单，当它出现拐头的时候啊，这里指的是红线拐头的时候，就代表强度不够了。首先刚才讲了趋势是用绿线判断，绿线是在零轴之下的，我们已经知道趋势往下了。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红线在这里拐头了，对不对啊？当趋势往下的时候，红线站到零轴之上就是超涨啊，也就是这一段，对吧？趋势是往下的，它短线去涨到零轴之上，那已经是超涨了。那我怎么知道它超涨强度够不够呢？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拐头了，对吧？那这根线也就是拐头的这个位置，就告诉你它强度不够了啊。包括这边就更明显了，对不对？明明绿线在零轴之下，它已经超涨了啊。那么这个位置，对吧？这个位置虽然也拐头了啊，但是它还有空间，对不对？还有空间，所以它又往上翻了一个身，直到这个位置，对不对？明显的没有空间了啊，明确的超涨了，也达到布林线的上轨阻力了。那么这个拐头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那么它的目标呢，就是从上轨的阻力位达到下轨的支撑，盈利空间就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呢，你就可以比较好的判断。我直接以前面这个来举例，对吧？你又在这里拐头了啊，那么你的止损一般就可以设在上轨，或者再设在这个最高线的高一点点啊。你可以等这天行情收盘再来确认啊。这里有个小秘籍，就是如果你不会判断，你就等这根 K 线收完，你再来用啊，你就不要急，对吧？这个时间是来得及的，包括这里，对不对？
完全是来得及的，你可以等它这根 K 线日线收完，如果小周期就小周期收完，然后你可以看到收完之后，对不对？强度不够了 ，OK， 那么目标就是这一段，就是从阻力位到支撑位，然后你的止损点呢就可以设在这根线最高点往上一点，反正已经收 K 线了，你已经知道这个最高点在哪了，包括这边是不是你也可以设在最高点往上一点，这样你的盈亏比就很高啊，你的盈亏比在这里，这是你的止损空间啊，然后你的盈利空间呢，我换个颜色啊，用绿色吧，对吧？你的盈利空间是这么多，这个比例呢大概能达到1:6到1:7啊，这个盈亏比是很划算的。然后在这边呢，盈利空间是这么多，这个盈亏比大概是1:4、1:5，也是很划算的啊。包括像这边，你有它刚刚开始拐头了啊，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它也开始拐头了，对吧？那这种情况呢，肯定是在它的最高点偏上设一个止损，尤其是中轨在这里，中轨是主力，你可以在中轨设一个止损，在这里呢是失败的啊，它被打掉了，对吧？但是你的止损很低，这边就把这个止损的空间给它盈利回来了啊，甚至可以承受4、5次错的一个止损，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盈亏比的策略。这个也是面对下跌趋势如何找机会，就是用刚才大帅说的啊，包括我们可以看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我把这个图放大一点，方便大家观看啊。我们不看这边啊，然后我们看上一个信号，首先也是同样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绿线再往下面，红线穿到上面了，对吧？然后红线拐头是什么时候呢？啊，在这个位置红线已经走弱了啊，然后在这个位置红线拐头了，那这个位置就是强度不够了，你就得注意。那你就得注意，只是这个位置不好做，为什么？因为它拐头的时候已经大跌了，并且距离支撑未近，对吧？大家可以看到，按照布林通道来说，黄线是支撑下轨啊，然后我用这个红线来画阻力线，对吧？是中轨，你可以发现。明显当前的这个位置，对吧？是距离阻力位和支撑位相比，支撑位更近一点的，对吧？尤其是这根线啊，发出这个卖点信号的这根线，当时它已经刚刚摸了阻力位，已经回踩了，所以这种空间就比较小，我们就要避免。好，然后接下来呢，我拿这个英伟达啊来举例来讲一下这个上涨时间的案例，就是刚才我们知道下跌时候怎么抓住这个空头的机会，那么上涨的时候多头机会有很多，我们怎么抓住呢？对吧？尤其是对于这种行情其实是最难控制的啊，持续的上涨怎么办？抓住，对吧？它又不跌多深又不跌到位，怎么抓住？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首先你还是得判断趋势，在这里呢，我们也用共振判断了趋势，对吧？这个布林带的中轨是往上的，然后这个绿线的话呢，也是在0轴之上，没有明显往下啊，这就是趋势。是处于往上的啊，如果绿线明显往下，你要注意可能有转折了啊。利用这边绿线已经下了0轴，那么这个位置就代表趋势减弱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它这个位置没有立刻大跌，但是在后面呢还是回踩了一波比较深的范围啊。好，然后在上涨区间呢，一样的道理，当红线到达0轴之下啊，尤其是刚刚开始拐头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大一点啊，我们来看这两个位置，对吧？在这里啊，拐头了啊，那么这就代表呢，首先它经历了一波超跌，量能和 RSI 都显示了超跌，其实它开始拐头，那么就确定了是反弹啊。包括这边也是，对吧？跌了，然后接下来它又拐头了啊，那也就确立了反弹。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位置都是反弹的一个初期的一个位置啊，都是反弹的一个初期的位置，并且都是确认的一个位置，对吧？你发现这两个位置都没有说再出现新低或者再反复回踩啊，那么碰到这种位置呢，你就比较好判断，也是刚才一样的方式。首先，如果不放心啊，尤其是对于新手来说啊，一定要等收 K 线再来确认信号，你不要急，好吧？啊，然后如果有时间老手的话呢，你可以盯住小周期60分钟、30分钟、15分钟的转折，来更早的把握机会。这个需要看长做短，需要一定的本领啊。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呢，可以翻看我前面的很多视频啊，包括你可以多在这个大帅的频道看一看，这些东西你就都知道了啊。好，然后止损的话呢，你可以设在这一天最低点偏下一点啊，包括这一点啊，止损点你可以设在这天最低点偏下一点啊。这样呢，你的止损空间呢，大概就这么多
然后如果你是收盘入场的，你的止损空间是到这里，对吧？收盘的话，你的止损空间会高一点啊。然后你的盈利空间呢，我换一个颜色啊，我用绿色，对吧？盈利空间呢到这里啊，也就是盈利空间要这么高，对吧？包括这边啊，盈利空间要这么高啊，这个盈利空间呢大概能达到1:2、1:3啊。如果你在行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你的盈利空间会更大啊。我们可以看这边。行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位置呢，你在它拐头的时候，又是回踩中轨，这个就是最好的位置了啊。你的盈利空间会更大，同时呢，你的止损空间也更小啊。这点大家可以结合一下啊，可以结合一下。包括像除了英伟达啊、标普500，还有这个台积电，其实都是一样的逻辑，对吧？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啊。我们就以最近的行情为例吧，你可以看一看这里。对吧？在这里拐头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啊？然后在这里呢，在这里拐头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的话呢，又回踩了一下，对吧？这种因为绿线往下强度不够，你就得注意了啊。但是在上涨区间，它会给你一个追的位置，对吧？包括这里在这个位置，对吧？对于上涨期间，你这种它很难完全跌到位，但是它就可以帮你判断一下到底哪个位置比较合适啊。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大帅讲的。你可以用更小的周期来判断啊，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更小的周期的话，我更建议像加密货币，包括期货、黄金，对吧？这种是明显更适用于更小的周期，因为它们更小的周期是连贯的啊，连贯的。我举个例子，有黄金来举例，对吧？首先大周期这一段趋势是往上的，然后回踩的位置这几个啊，我都快速的标出来，对吧？大家都懂，我就不讲了啊。然后这几个回踩的位置，然后后来绿线往下了，肯定是下跌趋势，所以从这里开始下跌趋势，你就不要去做多头的机会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切到小周期60分钟，对吧？你可以看到60分钟它是很波澜的一个行情啊。那么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首先看一段60分钟的下跌，对吧？下跌的话呢，不能在中轨是主力，然后拐头，对吧？这个位置啊，回踩支撑。拐头这个位置回踩支撑啊，然后如果距离支撑近的拐头，对吧？你就不要考虑了啊，要考虑距离阻力近的拐头，对吧？距离阻力近的拐头是最好的啊，距离支撑近的拐头就放弃啊。市场很多机会不合适，盈亏比小，都要主动放弃，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抓到大机会啊。然后对于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看大帅的。以前的往期视频我详细讲了这个 MACD 啊、布林通道啊等等各种指标的使用方法，包括我自己还编写了很多其他的指标，像这个 MACD 优化呀，对吧？点赞已经过1000了啊，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强力系统，这个现在马上过1000啊，还有我这个趋势买卖已经升级2版了，昨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内容啊，包括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评论。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就是大帅自己编写的指标，包括所有的视频啊，仅为大帅个人的一个观点，不构成投资意见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是我自己多年的操作心得的一个总结，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市场上是有风险的，不管是加密货币、期货、股市，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保护本金，不要乱做，这一点特别重要。包括大帅前面也专门给大家强调过，最重要的就是巴菲特说的保护你的本金安全，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交易纪律，买点在哪里啊，卖点在哪里，止损位在哪里，止盈位在哪里，一定得明确的设置好，按照纪律来，确保每笔交易赚多少，对吧？大概心里有个数，亏多少也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这是交易的重中之重。好，谢谢大家的喜欢。